盘庚，成汤伐夏以来的第20任商王。在他继位时，殷商王朝已经经历了9世的衰落，给他留下了一个难以描述的烂摊子。在前任商王杨甲在位的时代里，王朝还经历了新一轮的衰败过程。史记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诸侯邦国都不来朝见商王，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这轮衰败的过程中，还可能引发了东夷势力对殷商王朝的大规模反攻。有观点认为，正是因为东夷人的反攻，导致兖都越来越不安全，王朝处于扩张状态下，都城经常搬到前线去是好事，商王能更方便地在前线耀武扬威，建立功勋，除了东夷人之外的所有人都会很开心。当王朝进入收缩状态之后，商王和大大小小的贵族们就必须要快点跑了，总不能傻傻地坐等强大的敌人把自己给消灭掉。于是盘庚继位之后，王朝中央又一次踏上了迁徙之路。关于盘庚迁都的过程和目的地，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种说法，这里采取其中一种进行叙述。盘庚带领王朝中央从兖都出发，先搬到了成汤居住过的亳都，具体来说就是郑亳、郑州商城。史记记载，盘庚对诸侯们说，先王成汤和你们的祖先一起平定天下，建立制度，不遵循成汤的经验，怎么能实现王朝的复兴呢？对于殷商时代的人们来说，回到祖先成汤发家的地方是一件好事，说不定会让王朝重现成汤时代的荣光。但期待终归是期待，现实情况似乎有点不给面子。根据相关记载推测，盘庚时期的王朝中央可能是在郑亳经历了一场大洪水，带来这场大洪水的可能是短时极端强降雨，也有可能是黄河河水泛滥成灾。郑亳郑州商城距离黄河非常近，而且四周都是开阔平原，遍地都是河流湖泽，相对于鲁南山区的兖都，更容易遭受水患侵袭。在这场大规模洪水过后，盘庚可能是觉得亳都附近不再安全，于是决定再度踏上迁徙之路。但是殷商王朝的老贵族们对此表示反对，他们派出了几个代表前去和商王盘庚对峙。老贵族们说，我们亲爱的君王啊，您想迁都，那都是因为重视我们这些臣民，不想让我们受到损害，以至于不能正常生活下去，这个我们都理解。但是呢，我们做决定之前，是不是要占卜一下吉凶呢？按照先王的规矩，可必须要公正地遵从上天的意见来做决定。咱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还不够好吗？王都搬来搬去，这可都是迁移到第5个了。先王尊重上天意见的传统，不去继承，不能清楚地了解上天的意见，还怎么继承先王的事业呀？就像倒下的树木又生出了新芽一样，上天肯定是想让咱们在这个新都城里延续国运，继承并发展先王的大业，安定四方天下。殷商王朝要建设一个王都，是很花费时间、精力以及财物。就王都自然是能用就继续用，折腾着到处迁都，确实是不划算。这些老贵族们不想迁都，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好不容易在王都经营好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现在迁都，那大家不是白忙活了？另一方面，这段话里暗示出了殷商王朝的另一个变化，就是王权的进一步强化。先王的规矩，办事之前要占卜，而占卜就要用到专业的占卜人员真人。表面上来看，占卜能非常公平地体现出上天的意识，不受人力控制。然而现代考古人员曾在甲骨上用一定的方法烧制出和殷墟出土甲骨极其相似的裂纹，那作为专业的占卜人员，商朝的真人群体肯定比现代的考古人员更懂得如何烧制甲骨裂纹。殷商时代的人们就根据这些裂纹的走向来观察天意，可实际上真人想要什么样的裂纹，就可以烧制出来什么样的裂纹。这些所谓的天意最终还是人意，这样的话，真人群体就能通过主导占卜结果来左右商王的决策。向盘庚表达反对意见的这些老贵族们就有可能计划通过真人群体来阻止迁都。然而盘庚似乎是用王权压制住了真人掌握的神权，也正是从盘庚时期开始，王权对神权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商王通过掌控天下土地的方式掌控了王朝经济，不管是王畿境内的土地还是远方诸侯国的土地，都是商王所有。
商王经常会派人前往王畿内外开垦新的土地，其中一部分土地由商王直接经营，这些商王直接经营的土地就是吉田。吉田经营的好，物质经济水平就会得到发展，物质经济水平的发展让商王的腰杆子越来越硬，王权越来越膨胀。腰杆子硬起来的商王将逐渐插手占卜事务，最终商王本人将拥有对占卜结果的最终解释权。商王想要什么样的占卜结果，真人就得得出什么样的占卜结果，占卜也就从国之大事逐渐演变成了王朝政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占卜的内容更多的是关于商王个人的生活问题，关于国家大事的占卜将越来越少，天神的意志渐渐的也就没有什么人真正在乎了，商王的意志就是天神的意志。不过历史的发展需要循序渐进，就算是过时了的传统还是要适当尊重的。商王也不能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该占卜还是要占卜，还得配合老贵族们把戏演下去，谁也不敢先出戏。这个过程在盘庚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所以盘庚也不能公开否定占卜事务的重要性，但他自有办法来解决老贵族们的疑虑。盘庚一句话就把这些老贵族代表们敷衍了回去，别让我知道你们当中再有谁再敢随便议论反对迁都。然后盘庚又召集来了王兜里的众，集结在王庭里，准备对他们发表演讲。众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族众，众与商王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只是亲缘关系比较远就是了。他们当中有的人担任王朝官吏，有的负责农业生产，同时他们也是王朝军队中的兵员，战争时期要跟随商王出征。总之众人对殷商王朝来说很重要。盘庚对他们说，所有人都听好了，我现在要告诫教育你们，把你们各自的私心都给我收敛一下，不要有苟且偷安的想法。从前先王都是任用旧人来管理政务，先王实行政令，这些旧人也不敢隐瞒违抗，所以先王也敬重这些旧人。旧人们没有发表过非议政令的错误言论，民众们也就服从先王政令，变革风俗。而如今你们拒绝执行我的政令，自以为是地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才敢这么干。不是我放弃了先王任用旧人的德政，而是你们都自私自利，不配合我的政策。我对于如今的形势看得很清楚，要是我现在还不做点什么的话，那问题就大了。就像网要结在主线之上，才能有条不紊。农夫要努力耕种才能有好的收成，你们要是能够克制自己的私心私欲，真正为民众以及你们下属部众造福，我才能判断你们是有德行的，才能越来越尊重你们，任用你们。要是你们一点都不担心以后可能会发生的灾祸，如同懒惰的农夫一样，只求安逸，不努力劳动，不好好种地，就不会有粮食吃。你们不向百姓民众说宣扬政策的好话，就是你们自己作孽，到时候报应来了，都是你们自己遭灾。要是你们引导底下的民众为非作歹，最后自身遭到了报应，同样来不及后悔。看看那些民众，他们都知道听劝，也会担心自己发表什么错误言论，而你们这些人将会是长寿还是短命，都由我来决定。你们怎么不敢亲自和我说说你们的想法，反倒是互相交流那些无稽之谈，煽动众人情绪，就像燎原的大火，不敢面对和接近，怎么可能扑灭？现在的形势发展成这样，都是你们自己作孽，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过错。池任说过，人要用旧人，物不能用旧物，物要追求新的。过去先王和你们的祖先父辈同甘共苦，如今我怎么敢对你们实行不合适的刑罚呢？世人要是都说你们有功劳，我自然也不会忽视你们的好。我如今祭祀先王的时候，你们的祖先也会一起接受祭祀，不管是先王降福还是降灾给你们，我都不会用不合适的方法去阻止。我今天把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告诉你们，就像射箭要有箭靶一样，要让你们也有点目标感。迁都的过程当中，不能轻视老人，也不能轻视小孩，你们都要领导好你们各自的封地，贡献你们自己的力量，执行我规划的政策。无论亲疏远近，我都会用刑罚诛杀那些工作做得不好的人，用合适的赏赐表彰那些工作做得好的人。国家要是治理得好，都是你们的功劳；国家要是治理得不好，由我来接受惩罚。你们要好好想想我的这些话，从今以后认真做好你们手头的工作，
认真执行我的政策，否则刑罚加在你们身上，后悔也没有用。盘庚没有纠结什么占卜天意、先王救治的问题，只是一口咬定自己没有任何问题。这些臣子们达不到先王臣民们的觉悟，自己是个君王，也就没有必要完全遵循先王旧制。总之，这些如今的臣民们不配被善待，就该闭嘴干活。商王盘庚用王权镇压了这些老贵族。迁都的队伍出发之后，第一步就是要渡过黄河。在渡河迁都之前，盘庚再次召集了不服从指挥的那些人，这些人都前往王庭，听听商王盘庚要对他们说什么。此时的王庭之中旌旗飘扬，人们看着商王盘庚登上最高处，并按照商王的指挥上前一些，方便聆听训诫。盘庚说：你们都听好我今天说的话，别忘记我的命令。我们的历代先王当中，没有不想保佑和安定民众的。君王清楚，臣子明白，因此才没有被天灾惩罚。上天降下了大灾的时候，先王认为旧都城已不再安全，于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迁都到别处。这些发生在先王时代的事，你们都忘了吗？我计划迁都，是为了顺应你们想要安宁稳定的心愿，并不是因为你们做错了什么而惩罚你们。我让你们前往新都城居住，是担心你们在旧都遭遇灾祸，这正是秉承先王精神所做出的决定。现如今我打算带你们一起迁都，使得国家安定。你们非但不理解我内心的困苦，内心里还都憋着很大的不满情绪，想要动摇我的决心。你们这是在自讨苦吃，就像乘船一样，就因为你们不想渡河，结果就把整件事都耽误了。你们不配合，会让所有人都会跟着你们一起沉到河底。不去配合别人的工作，自己生闷气有什么意义吗？你们要是还不能有远见地看到可能发生的灾害，自己的这条命可能就保不住了。如今你们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还怎么保证自己以后能继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呢？我现在命令你们别再传播谣言，害人害己了。你们要是再继续这么干下去，难免会有人说你们身心不正，内心败坏，到时候我也会因此惩罚你们。我现在这是在请求上天延续你们的生命，不是要虐待你们，是想要继续帮助和保护你们。我念及先王曾经烦恼过你们的祖先，所以才向你们分享这些建议。如果因为我的政策被耽误，导致你们就待在这里不走，先王将会重重地责罚我，便对我说：你怎么能虐待我的臣民们呢？你们要是不主动去谋求生路，不和我一条心，先王也会责罚你们，到时候责问你们为什么不和我的后代亲近友好啊？所以你们有过错，也会受到上天的惩罚，生命不能长久。先王过去曾经劳烦过你们的祖先和父辈，而你们作为我的臣民，内心却怀有恶念。先王知道了，将会把这些事告诉你们的祖先父辈，而你们的祖先父辈要是知道这些事，以后就会抛弃你们，即使你们死了也不会来救。如今我的臣子当中有人祸乱政治，贪污腐败，你们的祖先父辈会对先王说，对我们的这些不孝子孙不用客气，严厉惩罚。于是先王就会对你们降下重罚。今天我要告诫你们，不要胡作非为，要永远保持忧患之心，并且不要与他人疏远。你们要遵从我的规划，心中怀有善念。要是有人心怀恶念，为非作歹，我将会诛灭他的家族，不留一个活口，免得新都城里还存活有这种人的后代。如今我将带领你们迁徙到新都，建设一个能永远居住下去的新家园。盘庚先是推心置腹的劝说，然后又是各种恐吓，最终成功带领大家搬迁到了新都城。这个新都城名字叫殷，一般认为就是位于太行山东路环水北岸的环北商城。关于环北商城最早的建设年代到底是何旦甲的时代还是盘庚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环北商城一期对应着何旦甲时期，商人在这一时期里修建了宗庙和寝宫建筑；盘庚时期对应着环北商城二期，商人在这一时期开始修建环城壕沟，壕沟宽7米到11米，深约4米，内部有流水痕迹。有观点认为这些壕沟是为了建筑夯土城墙而开挖的基槽，但是这么大这么深的基槽似乎不符合殷商时期的工程标准，因为从郑州商城来看，商人一般会平地筑起城墙，基槽出现的不多也不深。环北商城的城市形状大致为方形，
南北2200米，东西2150米。城市西南角还有一座小城，但具体用途不明确。城外有在开挖壕沟过程当中形成的环形道路，城南有一条近东西向的道路，宽度约10米，路面有碎陶片、碎骨和小石子铺垫，因长期碾压而较为坚硬。路面上有4条车辙印，车辙间距约为 1.5 米。城内北部为集中的居民居住区，中轴线偏南是伤亡的工程建筑。城区面积约470万平方米，虽然还赶不上小双桥600多万平方米的凹兜面积大，但在当时来讲也算得上是一座大城市了。即使王都已经搬迁完成，反对意见还是存在着。有人议论说，君王怎么能这么折腾万千民众长途迁徙呢？盘庚对此表示，民众因为灾害居无定所，我带着大家建设新家园，你们竟然还有脸跑来问我为什么带着大家瞎折腾。盘庚还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就算是违背了老贵族们的意愿，违背了占卜的结果，也都是因为要秉承上帝与先王的精神，为了保全民众。盘庚还要号召各部门相关负责人员拒绝贪污腐败，尽心尽力经营民生工作，做到与民同心。根据记载，盘庚在位28年后去世，而环北商城城西约 1.8 公里处出土了一座南北向单墓道大型墓葬，墓葬位于殷墟王陵区西部中心区域，是王陵区已知年代最早的墓葬，深度6米以上，墓室与墓道面积超过60平方米。墓葬顶部还有一个商末周初的灰坑遗迹，最深处有4米，出土有大量西周时期的器物碎片，说明商朝灭亡后这座墓葬上方曾经有人长期居住过。墓道旁边叠压了一座后世的砖墓，墓葬发掘过程当中发现了从古至今共6个刀坑，最深的一个刀坑覆盖了整个墓室的底部。墓主人的棺椁被破坏，遗骨凌乱，殉葬的人和动物骨骼分布均遭盗墓贼扰乱，无法判断形制，推测有殉葬人至少6至7个。出土遗物主要有白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青铜器残片、象牙器残片等，共计400余件。白陶器和原始瓷器碎片共计820片。从白陶器和骨器的石像数量上来看，至少比后世妇好墓出土的同样类型器物数量要多。墓中还出土有大理石材质的和玉石材质的7把戈的碎片，没有出土完整的青铜器，只有2个青铜碎片。总之，这座墓葬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商时期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加上王陵区与环北商城之间曾经有一条7米到13米宽的道路直接连接，说明墓葬的等级很高，可能是王室成员，甚至有可能是居住在环北商城里的某一任商王，但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这座墓葬是属于盘庚的。盘庚去世之后，弟弟宋在殷都继位，日名小辛。辛，草木干枯，有苦涩辛辣的味道，象征事物已经衰败而没有了希望。小辛在位时期并没有留下什么记录，而在位时间有3年和21年2种说法。小辛去世之后，弟弟敛继位，日名小乙。乙，草木发芽，枝叶弯曲柔软，象征事物发展出路生机。小乙在位时期的政治措施也没有留下记载，但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小乙已经是这一代人里面第4位商王了。殷商王朝的王位从来没有在一代人的手里传承过这么多次，要是哪一天小乙去世，说不定会有5派势力争夺王权，未来要把王权传给谁成了一个大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就又将是一场9世之乱。王朝的未来看上去就掌握在小乙的手里，不知道小乙当时是个什么心境。